刚刚的事，本座都看到了。你们两个既然都是为他而来，那必然对他的能耐有一定了解，说说吧。我二人之所以会找上他，是因为他今天参加了仙元大会的预选，在那预选上，他闯过了九界楼的第14层，无心幻境第5层，所以我们才立即赶来的。九界楼，无心幻境，这2重考验我都听说过。一个1重天神界能够闯过九界楼第14层，的确还不错。但意识上虽然相比起同阶来说也算非常了得，但却算不得最顶尖。剑无双，我们走吧。雷超，这可是真神榜上的顶尖强者，在10大修炼圣地内都有着赫赫威名，我今日竟遇到了这等存在。原打算不管付出任何代价都要得到这位天才的，可谁曾想这剑无双老早就败在星辰一脉门下了。星辰一脉，传闻那可是紫月圣地的一方霸主，其内天才数不胜数。这剑无双虽然厉害，但在那星辰一脉的星辰宫内，恐怕还算不上顶尖。孔静，这一次你怕是得白跑一趟了。你不也是？那可是星辰一脉的弟子，你天罗星宫难不成还打算去和星辰一脉去争吗？雷超大人，我们现在是直接回星辰一脉吗？我在东皇圣地内还有一件事情要去处理，等处理好了再回星辰一脉。放心，耽搁不了太久的。这里便是雷火宗了。雷火宗？雷火宗的太上长老与我星辰一脉有点微薄交情，不久前他传讯过来，说雷火宗遇到了危机，他又处于险地当中，短时间内无法脱身，所以才请我星辰一脉出面。是这样啊。我们过去。什么人？老夫雷火宗宗主，不知阁下是谁，到我雷火宗有何事？本座受青湖之邀而来，这是他的信物。是太上长老请来的帮手。阁下，请吧。阁下可知太上长老他现在何处？我之前给他传讯时，他只说自己暂时走不开，却并没有说具体在哪里。后续剧情在我主页剑尊舞，点击我的头像就看得到了，还有之前的1、2、3部剧情都在我的主页。他现在所在的地方非常特殊，也非常凶险，稍有不慎便会有陨落的危险，所以在接到你的求救之后，他无法第一时间赶回来救援，这才请我出面。太上长老竟然在那等凶险之地。说吧，你雷火宗到底遇到了什么危机？是这样，我雷火宗在这一府内一直与另一方势力白焰宫存在着争斗，而且这争斗愈演愈烈，双方积累的仇恨也越来越深，早就势同水火。而原本我雷火宗跟那白焰宫整体实力一直都是相当的，在真神层次，我们双方都各有2大真神，再加上太上长老的实力较为强横，即便他常年在外闯荡，白焰宫也没有胆量跟我雷火宗彻底撕破脸皮。可是就在不久前，那白焰宫内却又诞生了一位真神，而且他们还不知道用了什么代价，还请来了一位无比强大的独行真神做靠山。这一下子，白焰宫便拥有了足足4位真神，再加上那位独行真神的实力又强大无比，丝毫不比太上长老弱，所以白焰宫直接对我雷火宗出手了。到现在不到100年的时间，
我雷火宗在这一府内的众多产业根基尽皆丢失，就只剩下这方宗门，因为有护宗大阵的关系，还能勉强保住，但也支撑不了多久了。原本我是想请太上长老回来与我联手，最起码也能够守住这最后的底线，保持宗门不灭。可谁曾想，连太上长老现在都处于凶险当中。你雷火宗跟白眼宫整体实力一直相当，就因为白眼宫多出了2位新的真神，所以才会面临危机。也就是说，白眼宫多出的那2位真神若是死了，那你们这次的危机也就化解了。若是没有多出的2位真神，我雷火宗丝毫不惧白眼宫，甚至连丢失的地盘跟产业，我们都可以重新夺回来。既然如此，那事情便简单了。你雷火宗跟白眼宫既然斗了这么多年，那你们对白眼宫内有哪些界神天才，应当也很清楚吧？这个当然清楚。将那些界神天才由弱到强，列一份名单交给我。可以。走，去白燕宫。去白燕宫？阁下，现在那白燕宫的强者就在我雷火宗宗门附近，一直在盯着我们的动静。一旦我们有强者走出来，立刻会遭到他们的袭杀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躲他们还来不及，怎么能主动送上门去呢？主动送上门？你不是要化解这次危机吗？若不去白燕宫，如何化解？可是，带路吧。阁下，这便是白燕宫在我雷火宗附近的营地了。白燕宫的4大真神都在里边。哈哈哈！子秋老怪，我还以为你会一直龟缩下去呢，没想到你竟然还主动送上门来了。现在说话的这个人，便是白燕宫请来的那位独行强者。论实力，他是白燕宫4大真神当中最强的，就算是太上长老亲自到来，估计也未必是他的对手。而在他旁边的那位贺老者，便是白燕宫的公主。哼，怪不得敢出来了，原来是找来了一个帮手。不过你以为随便去哪儿找了一个真神，你雷火宗就能够保住吗？阁下，我们现在应当怎么办？你们在这儿看着就行。怎么可能？仅仅1指，便灭杀了1位真神？啊，这……你到底是谁？星辰一脉，雷潮。真神榜强者雷潮？怎么可能？这雷火宗何德何能？怎么会跟你这样的强者扯上关系？不可能的！白燕宫公主，按我所说的去做，我可以给你白燕宫一条生路。我这里有一份名单，凡是叫到名字的，自己站出来。第一个，罗旭。罗旭，事情很简单，我给你，也给你白燕宫所有人活命的机会，只要你能击败他，否则只有死路一条，白燕宫也只有彻底覆灭一途。击败他？剑无双，既然这雷潮要检验你的实力，你便将你的全部实力拿出来，也别藏着掖着了。毕竟星辰一脉高层是根据你展露出来的实力天赋，从而给你分配资源。你若是展露的天赋实力越强，得到的好处也就越多呀。我明白。出手吧。上！
一切击杀。第二个，徐梦。又是一剑。陈斌。陈斌，那可是白焰宫二重天界神当中的第一人。据说，他曾经还跟一位三重天界神正面激战过，虽然处于下风，但并未落败的呀。雷潮大人竟然要他带来的这位一重天界神跟陈斌交手，要是万一……没有万一。这位雷潮大人我知道，他可是真神榜上的顶尖强者，一个人便足以屠戮一大群真神的存在。这样的存在必定已经掌握了那种手段，有那种手段在，别说陈斌仅仅是一位二重天界神了，就算是一位真神，也休想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将他带来的一重天界神给杀死。我跟刚刚那两人不同，我比他们要强得多。放马过来便是。哎，快武器！紫雷！哼，我说过，我比刚刚那两人都要强很多。我虽然只是一重天界神，但论神力爆发，反而比他这位二重天界神巅峰还要更强一分。可在绝学方面，他却比我要强太多了，而且还是3阶高等绝学。绝学比不上，只能靠秘术弥补。闭眼如沙领域，狂魔笑。还真够强。绝学上，他比我强太多了。硬碰硬，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只能靠那一招。血液，没用的。不愧是白焰宫第一天才，连意识也这般强横。就算我全力以赴施展天元秘术，恐怕也未必能够杀死他，顶多也就是能够把他重伤罢。刚刚那是意识攻击？不对，不是意识，而是你救了你自己，同时也救了白焰宫。雷火宗的危机已经化解，我便告辞了。剑无双，我们走。是。剑无双，你身上的血煞降甲哪儿来的？这血煞降甲是我自己家乡的一位戒尊身上得到的。戒尊？当初的斩戮的确只是戒尊战力，但也有可能是他实力受损了。他的名字叫道元子，应当是一位来自万古混沌世界的强者。不知因为何种关系，他到了我的家乡，且施展莫大手段布置了一重大阵。大阵似乎叫做血煞噬灵大阵，他欲要靠着大阵将我家乡的一方国度全部生灵炼化，但是最后他被我斩杀，他的所有宝物落到了我的手里，其中就包括这血煞降甲。是你斩杀了那人才夺得这宝物的就好。这血煞降甲你也可以继续使用，但你要记住，千万别跟血煞门的人扯上关系，否则你便是与10大修炼圣地与万古混沌世界所有修炼者为敌。还有一事，逆修。怎么，很奇怪我为何能够看出你逆修的身份？是。其实不单单是我，在10大修炼圣地内，但凡是在灵魂方面有一些钻研，有一点造诣，比如那些点燃了灵魂之火，或者是准备尝试点燃灵魂之火的强者，都能够看出你刚刚跟那陈斌交手时施展的乃是灵魂攻击。你一个一重天界神，却懂得施展灵魂攻击，再加上你的神力更是远比一重天界神要强得多。寻常的修炼者怎么可能？只有在万古混沌世界内极其罕见的逆修，
在道尊之境便点燃灵魂之火的逆天存在才有可能办到，所以我才肯认定你就是一位逆修。逆修很罕见，特别是能够度过逆修劫的逆修，更是亿万年都难得一见。我星辰一脉自公主创建开始到现在，存在了漫长的岁月，麾下收纳的天才弟子数不胜数，可却从来不曾收纳过一位逆修。你应当是第一位，而且你现在还度过了第1重逆修劫，若是今后可以再度过第2重跟第3重的逆修劫，那你今后的成就必将非凡。剑无双，你刚从自己的家乡来到这10大修炼圣地，那你是逆修的身份，在这10大修炼圣地内，应当还没人知道吧？没有。哼，那就好。你是逆修的身份，还是越少人知道越好。这样吧，我先带你回星辰一脉，等到了那儿，我会将你是逆修的事儿禀告给公主，到时候公主自然会有定夺。直接占据一片莫大的大陆，这片大陆的名字甚至都是以星辰为名。星辰一脉当真够强横啊！当然够强横，别忘了星辰一脉的创始者，那可是站在万古混沌世界最顶端的大能，而且在大能当中都属于顶尖的。像洛真王身为8星古神，也相当于大能者，但在实力上，他跟星辰一脉创始者还是有一定差距的。星辰一脉创始者，据传他当初可是以一己之力将星辰大陆统治起来的，何等强横！那便是星辰一脉的老巢吗？剑无双，我当初跟随洛真王闯荡时，曾听说过星辰一脉的老巢外，也就是那条巨大星河，是星辰一脉创始者当初在万古混沌世界的黑暗虚空漂泊时出现的。出现之后，他便以莫大手段将这星河改造，并转移到星辰大陆之上。而现在这条星河已经成了星辰一脉的一重保障。据说星辰一脉的护宗大阵便是与这片星河完美结合的。厉害啊！剑无双，走吧。这是好磅礴、好浩瀚的神力，无穷无尽，而且这些神力，我似乎还可以尽情吸收。当然可以吸收，这是这片星河当中独有的神力海。这神力海是由星河运转而形成的，无穷无尽。在这星河当中，你可以完全不用担心神力的消耗，因为你消耗多少，都可以通过吸收周边围绕在星河内的神力海，直接恢复过来。太神奇了！这片星河的神奇可远远不止这些。你看那里，那是这星河孕育而出的异兽，我们可以称它为元兽。这些元兽可都是好东西。好东西？是修炼者？是我星辰一脉弟子。好强啊！同样是2重天界神，可是我敢肯定，这女子绝对比之前跟我交手那个陈斌还要强。雷朝大人，刚刚那个人应当也是星辰宫弟子吧？星辰宫弟子？不，他只是我星辰一脉的普通弟子。仅仅只是普通弟子？这位弟子把元兽抓去做什么呀？元兽是这条星河衍生而出的奇异存在，灵性极强，而元兽体内存在着大量的元力，那种元力的用途非常广泛，可以用来炼丹、炼器，辅助修炼一些特殊秘术。此外，元力还对自身意识有着极大的滋润效果。就因为如此，我星辰一脉弟子会经常来这星河内抓这些元兽，抽取他们体内的元力用作修炼。而抽取到元力后，便会将这些元兽放掉。再过一段时间，这些元兽体内的元力便又会恢复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走吧。
前边便是我星辰一脉的老巢之内了。剑无双，跟我来。元，回来了。这便是通过公主亲自设下的考验，成为我星辰宫弟子那个小家伙剑无双。剑无双，你面前的这位是星辰一脉3位店主之一，你可以叫他元店主。在我星辰一脉内，公主以及另外2位店主都常年闭关，大小事宜都是由元店主做决定的。见过元店主。小家伙不用客气，你的事雷超之前都已经传信给我了，我也将这件事禀告给了公主。公主吩咐，等你回到我星辰一脉时，直接带你去见她。你跟我来吧。见公主。剑无双，你倒真是不错，竟然能够得到星辰一脉创始者的召见。别的强者，包括很多真神，一辈子都没机会见到一位大能者，而你刚到踏足10大修炼圣地就能见到了。公主，那小家伙我带来了。小家伙，小家伙，便是你通过了留在星辰雾海当中的考验。是。果然，星辰雾海很多年前的事儿了。当初吴开创出星辰雾海后不久，便将它遗失在那个地方，原以为永远也不会有人找到它，更不可能有人能够通过里边的考验。可没想到最后被你成功闯过了，而且你还能独自一人找到了星辰一脉来，不错。那个地方，那星辰雾海，你是带在身上，还是留在你的家乡？我留在家乡了。也好。你逆修的身份，吾已经知晓。逆修的确很罕见，自吾开创星辰一脉以来，直到现在，还从未收纳过一位逆修弟子。你是第一个。逆修潜力巨大，一旦将3重逆修劫度过，注定将成为顶尖，甚至成为大能，可能性也非常之大。然而逆修之路却并不好走。吾得到元的讯息后，便已经替你做了安排。你逆修的身份，在你成为大能者，真正站在万古混沌世界之巅前，绝不能暴露或是公开。吾这几天替你炼制了一件宝物，你拿去吧。这珠子刚炼制出来，还没有起名字，也可以自己起个。你将它炼化之后，它会融入你的神体之内，之后你的气息便会发生大幅度变化。你现在只是1重天界神，在炼化这珠子后，你的气息便会提升到2重天界神层次，看上去就跟个正常的2重天界神相当。此外，这珠子也能够掩盖你的灵魂之力。你在跟人交战时，依旧可以使用灵魂攻击。有这珠子在，纵然是大能者，只要没有到达无这一步，或者是那种纯粹钻研灵魂的大能，都没法看出你的虚实来。然而，从今天开始，
你要记住，你不是一重天界神，而是二重天。元，这小家伙你今后也多多照看下，特别是要度逆修劫时。如今星辰一脉内知道他是逆修身份的，除了吾以外，也就你与雷潮二人。既然如此，那他度逆修劫时，也只有你二人在场。是。去吧。小家伙，能让公主亲自替你炼制宝物，你这福分可真不小。果然，纵然是我，都无法看出你仅仅是一位一重天界神。公主说的没错，我这逆修的身份非同一般，最好是不要暴露。而有这枚黑色珠子，我完全可以将自己伪装成一位二重天界神。反正不管是神力爆发，还是整体实力上，我都可以和二重天界神媲美了，伪装起来也绰绰有余了。啊！二重天界神，怎么会？原来是公主亲自替你炼制了一件遮掩气息的宝物，怪不得，连我都看不出你只是一位一重天界神。公主的主意是好，可你终归只是一位一重天界神，让你伪装成一位二重天界神，特别是你还在星辰宫内，有点吃亏啊。吃亏？雷潮，接下来的事情便交给你了。今后这小家伙若是度第二重的逆修劫，恐怕也只能由你亲自出面替他护法了。跟在雷潮大人身边的这位二重天界神是谁呀？没见过，不过他是星辰宫弟子。新的星辰宫弟子？这些弟子竟然如此羡慕我，莫非星辰宫弟子跟普通弟子间的区别那么大？天无双，你现在实力还弱，今后的大量时间应当便都在我星辰一脉内度过。而我星辰一脉内的一些修炼资源，我也简单跟你说下。我星辰一脉底蕴极强，因此拥有的修炼资源也极多。而对你们这些界神层次的弟子而言，最珍贵的便是真神殿、藏经阁以及皈依宫。其中真神殿最为珍贵，但真神殿只对三重天界神管用。你虽然是逆修，但现在依旧没资格进入真神殿，起码也得等你度过第二重逆修劫，成为二重天界神之后才有可能。藏经阁蕴含我星辰一脉四大秘术，这四大秘术可以说是我星辰一脉的真正根基所在，且四大秘术之一的星辰秘术，纵然是在整个万古混沌世界内都有着莫大的名气。皈依宫则是用来磨练意识的地方，你擅长灵魂攻击，倒是可以去那皈依宫内多修炼修炼。在修炼时，最好先去星河内抓些元兽，吸收一些元力用来辅助修炼。这三处地方因干系重大，所以在我星辰一脉内，只有星辰宫弟子方才有资格拥有。啊？除了这三处地方之外，我星辰一脉麾下还掌控着四大秘境以及九大神宫。这四大秘境跟九大神宫是对那些普通弟子也开放的，虽然不如真神殿、藏经阁、皈依宫那般珍贵，但对修炼也有着莫大帮助。若是放到外界，也足以让无数天才争破头了。此外，在星辰一脉内还有着三大试炼之地，分别是星辰塔、幻心海以及至尊楼，这都是用来磨练以及检验自身试炼的。其中星辰塔跟幻心海就跟你之前在敦煌圣地闯过的九界楼、无心幻境差不多，只是层次更高罢了。除了最珍贵的真神殿、藏经阁、皈依宫之外，
还有4大秘境、9大神宫，甚至还有3大试炼之地。不愧是星辰一脉，拥有的修炼资源还真是够多的，但不知效果会如何。在我星辰一脉内，但凡是星辰宫弟子，都可以直接占据一颗星辰作为修炼洞府。剑无双，你现在可以去挑选一颗了。以星辰作为修炼洞府，就那儿吧。走。见过主人。主人？这些都是给你安排的侍女、仆人，他们会照顾你的起居，而你则是可以用心修炼。这些侍女、仆人就不需要，我一个人修炼就行。剑无双，这些侍女、仆人都是自愿到我星辰一脉内来的，他们替我星辰一脉做事，照顾服侍我星辰一脉弟子，也是有好处的，你不必心存隔阂。而且对他们来说，能够服侍一位星辰宫弟子，绝对是一份美差，他们得到的好处也会越多。你若是不答应，对他们来说反而是莫大的损失。好吧，就让他们留下吧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便好好修炼吧。以后若是遇到什么问题，可以找我。多谢。除你之外，其他人都退下。你叫什么名字呀？回主人，奴婢秋月。秋月，今后你无需叫我主人，也不用以奴婢自居，我听着很别扭。那以后我便叫您公子吧。那也可以。秋月，我问你，之前雷超大人所说的都是真的？你们当真是自愿来到星辰一脉当侍女的？当然，星辰一脉都是这星辰大陆真正的统治者，不管是底蕴还是实力，在万古混沌世界都是最顶尖的。这样的宗门自然有万千天才强者渴望加入，可惜星辰一脉的门槛太高，就必须是天才当中的天才。而像我，虽说是3重天界神，却天赋不算太高，根本没资格成为星辰一脉的弟子。既然成不了弟子，那想要进入星辰一脉便只有一种方法，就是来这当侍女、奴仆。虽说成为侍女、奴仆是要低人一等，也会受些委屈，但这样却可以得到星辰一脉的修炼资源，而且星辰一脉对我们这些侍女仆人也算不错。正常情况下，只要在星辰一脉内待上1万年，我们便可以得到一次进入9大神宫的机会；待上10万年，便能够在秘术神宫第1层挑选一门秘术去修炼；待上100万年，更是有机会去4大秘境历练一次。这待遇比星辰大陆上很多弱小宗门的核心弟子都要好多了。而且若是运气好，服侍的主人比较好说话的话，还能偶尔去主人那边指点1二，这是何等的机缘。原来如此。哦，对了，公子，你现在是这颗星辰的主人，那便可以为这颗星辰取个名字，这样以后在星辰一脉内，我们这些当侍女的也能说个出处来。名字？我的名字叫剑无双，以剑为名，擅长的也是剑道。既然这样，从今天开始，这个星辰便叫做剑星。这位师兄，星辰宫弟子曲阳见过师兄。师兄？师兄应当是刚到星辰一脉吧？对啊。那就是了。师兄有所不知，在星辰一脉内，不论实力，不论加入星辰一脉的时间长短，只要是普通弟子见到星辰宫弟子，都得称呼对方是师兄的。这样啊。不知师兄有何事？啊，我想去藏经阁跟皈依宫一趟，但不知道该如何去呀，所以想请你引下路。啊，这个简单，师兄请跟我来。师兄，这便是藏经阁了。藏经阁内有我星辰一脉的4大秘术，你进去看看，我就在外边等你。多谢。新来的？是。按照藏经阁的规矩，
每一位星辰宫弟子刚到藏经阁时，都可以修炼其中一门秘术，但想要修炼第2门秘术，却需要一定的条件。而你虽然是第1次来藏经阁，但是我能感受到你体内星辰之力的存在，你应当已经修炼了星辰秘术，所以藏经阁剩下的3大秘术，你现在没法修炼。不知要修炼第2门秘术的话，需要具备什么条件？很简单，我星辰一脉3大试炼之地，其中的星辰塔是针对绝学和道的考验。星辰宫一共6层，你只需闯过第3层，便可以修炼第2门秘术。星辰塔吗？师兄，如何了？我在来星辰一脉之前，便已经修炼了星辰秘术了，所以现在要闯过星辰塔第3层，才可以去修炼第2门的。是这样，那星辰塔就在这藏经阁附近，要不我现在便带师兄你去。啊，好。师兄，你去试试吧。起来。按照雷朝大人所说的，这星辰塔的性质跟我之前闯过的9阶楼是一样的，只是层次更高一些罢了。我闯过9阶楼的第14层，但不知闯着星辰塔又能闯过第几层啊？也不知道这位师兄能够闯过这星辰塔的第几层。虽说这位师兄是刚到星辰一脉，还没来得及借助星辰一脉的资源去成长，但能够成为星辰宫弟子，必然是绝顶妖孽，其实力肯定也差不到哪儿去。这6层星辰塔，他怎么的也能闯过第2层吧？应当能闯过第2层，但第3层估计悬。等在星辰一脉待上一段时间，实力再度提升了，或许还有机会闯过第3层。啊？怎么会？他才刚进入星辰塔而已，怎么就被轰出来了？这么快？仅仅只是第1层而言，竟然强成这样。3阶绝学，仅仅第1层，可刚刚那个人施展的却已经是3阶绝学了，而且还是3阶高等绝学。不对呀，就算星辰一脉内全是真正的顶尖天才，都是怪物，可这星辰塔的考验也不至于难成这样。除非是那星辰塔并不是把我当成1重天界神，而是当成2重天了。我终于明白了，为何之前雷朝大人说我一个1重天界神在星辰一脉内伪装成2重天界神会吃亏的，原来是这样。我现在也只是创出2阶巅峰绝学而已，可那星辰塔第1层对手却能够施展3阶高等绝学，差了足足数个档次。也就是说，现在的我距离闯过星辰塔第1层都还差得很远很远。师兄刚刚闯过了星辰塔的第几层？这实不相瞒，我连第1层都没闯过去，而且差距还非常大。竟然没能闯过第1层？难道是他一开始因为大意，没有第一时间将全部实力发挥出来，就被击败了？师兄，要不我再带你去皈依宫看看吧。好。这是意识冲击？不对，不仅仅是意识冲击，甚至还夹带着幻术，甚至还有心魔。这……早听说星辰一脉内有一磨练滋润意识的地方，今日总算是见到了，的确非凡呐。且星辰一脉的高层的确很懂得培养弟子，他们在界神层次便开始想办法提升弟子的意识强度，为此专门创造了这皈依宫，还有那幻心海的考验。他们这是在给弟子铺路啊。这皈依宫对我的灵魂之力的提升有着巨大促进作用。我若是一直在这边修炼，我的灵魂之力必然会大幅度提升的。
估计用不了多久便可以达到三重天高等界神的层次，而且还有元兽的辅助。去抓元兽。去啊，那元兽我自己去抓就行了，就无需你带路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告辞了。劳烦你了。那里有一头，就是你了。哈哈哈，想跑，速度还真够快，看来得施展些手段了。哼，小家伙，你能跑哪儿去？乖乖束手就擒吧，反正我又不会杀你。什么情况？我刚到星辰一脉来时，看到星辰一脉那位二重天界神来抓元兽，那头元兽足足3米多高，比我这一头还要高大不少。可他随手一巴掌便把那头元兽给抓住，看那个轻松的样子，我还以为这些元兽很好对付，可是结果我就不信了。师妹，你抓多少头元兽了？12头，你呢？跟你差不多，我再抓几头就可以回去了。我也是。这种轰鸣声一般情况只在2人激烈交战时才会产生的，难道有人在前方星河当中厮杀？不可能啊！整个星辰大陆谁都知道这片星河是我星辰一脉的老巢所在啊，谁有那么大胆在这片星河内厮杀？去看看吧就知道了。不是修炼者在激战，而是我星辰一脉弟子在抓取元兽。那是星辰宫弟子。看令符气息，的确是星辰宫弟子，可为何他的实力会这般弱？难道他没尽全力？有可能。这些元兽由星河孕育而成，灵智极高，他们的意识更是与周边星河相关。我的灵魂攻击对他竟然一点作用都没有，而光凭我的剑术也就能够勉强压制住他，想要将他生擒抽取元力根本不可能。3米高的元兽我现在怕是奈何不了，只能去找那些体积小的元兽了。师妹，你看到了吧？他竟然眼睁睁看着一头元兽从他手中溜走，难道他真的奈何不了那头元兽？刚刚那一幕你用镜像记录下来了没有？记录下来了。那好，我们现在便回去，我倒是要瞧瞧这位星辰宫弟子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好，反正元兽也抓得差不多了。罗旋，你们2个不是去抓元兽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我们2个本来还想再抓几头元兽的，但在途中却碰到一件有意思的事儿。哦，什么事？说来听听。别急，我先问问你们，我星辰一脉这段时间是不是多出了一位星辰宫弟子啊？是有这事儿。就在不久前，雷朝大人亲自带了一位星辰宫弟子回来。那位星辰宫弟子跟我们一样，都是2重天的界神。至于名字嘛，似乎是叫剑无双。那就是了。我们刚刚在星河当中碰到他了，且正好看到他在抓元兽。他刚到星辰一脉内，知道元兽用途广泛，抓几头元兽来修炼，没什么大不了的吧？若只是这样，当然没什么大不了。不过，师妹，拿出来吧。镜像画面，这怎么可能？一个2重天界神层次的星辰宫弟子，竟然会奈何不了一头3米高的元兽，这太荒谬了一点吧？那剑无双，莫非没隐藏实力？
你们2位能否确定他是否动用了全部实力？我们只看到他与那元兽交手的过程，但他到底有没有竭尽全力，我们看不出。不过他既然是刻意去抓元兽的，那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一头3米高的元兽溜走吧？诸位，都在这儿做什么？曲阳，你来的正好，快看看这画面。难道这剑无双真的很弱？曲阳，你说真的很弱？莫非你之前就怀疑他的实力了？实不相瞒，之前我带着剑无双去了星辰塔一次，而结果却看到这剑无双仅仅瞬间的功夫便被轰飞了出来，连星辰塔的第1层他都没能闯过。而且当时我询问他是不是太过大意，或者没有动用全部实力时，他却亲口说自己已经竭尽全力，但的确是闯不过第1层。星辰塔第1层都没能闯过，看样子我们的猜测没有错，这位刚到星辰一脉的剑无双，他的实力的确非常的弱，但他却成为了令我等都只能仰望的星辰宫弟子。运气，这剑无双绝对是走了大运。袁店主他们到底怎么想的，竟然让这样一个人成为了星辰宫弟子？好了，都清醒点。我星辰一脉在10大修炼圣地存在了那么多年，声名赫赫，而星辰宫弟子也历来是以实力来决定的，单靠运气绝对成不了。别当原店主雷潮大人他们都是傻子。现在既然原店主雷潮大人他们都承认了剑无双星辰宫弟子的身份，那就说明剑无双应当是有真材实料的。是不是有真材实料，去试一试不就知道了。罗全，你是想……你们可知道剑无双居住的是哪颗星辰啊？我知道，似乎是一个叫剑星的星辰。那好，我们就去那剑星上等他。4头元兽抽取的元力虽然不多，但也足够我在那皈依宫内修炼一阵子了，该回去了。公子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怎么了？倒也没太大事儿，只是罗权几位大人已经等你很久了。哦，罗权，见过师兄。见过师兄。罗权、曲阳也在吗？诸位找有事吗？我这人呢，天生好战，星辰一脉的2重天弟子大都与我交过手了。而师兄你刚到星辰一脉来，虽然有些唐突，但我还是希望能够向师兄你讨教一二。向我讨教？可以。答应的这般爽快啊！虽然对手依旧只是2重天界神，但能够成为星辰一脉弟子的，必然是天才中的天才，不知他的实力到底有多强。师兄，出手吧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神影，2阶绝学。哼，师兄，把你的全部实力拿出来吧。如你所愿，血液。剑无双，你的实力当真只有这等程度啊？就这等实力，在万古混沌界多的是。别说我星辰一脉了，随便在一方弱小宗门内都能够找出比你更强、更优秀的2重天界神。可实力如此弱小的你，竟然还是我星辰宫的核心弟子，你也配？哼，剑无双，你还有800年时间，800年后，那星辰宫弟子争夺战开始，你若还是这等实力，那你这星辰宫弟子的名额可就归我了。这罗权的实力的确很强，我已经全力以赴施展血液仪式了，灵魂攻击也极限爆发，
按照道理，纵然是一般的三重天界神，想要抵挡下来都不会太轻松的。可他正面遭遇我的灵魂攻击，却没有受到丝毫影响。他的意识很强，论实力更是远强于我。怎么，是不是对我的实力很失望？没有，我相信公子既然能够成为星辰宫弟子，那必然有莫大的能耐。就算现在不是这罗权的对手，但用不了多久，肯定能够赶上。秋月，刚刚的罗权走的时候，说到了星辰宫弟子争夺战，那是什么呀？那是针对星辰宫弟子名额的一次争夺，在星辰一脉内5000年便会举行一次。哦，公子，你刚到星辰一脉来，对星辰一脉很多事都还不了解。在星辰一脉内，一直都是以实力决定地位的。正常情况下，星辰宫弟子一直都是15位的，其中3重天界神5位，2重天界神5位，1重天界神也是5位。也就是从1重天到3重天界神都挑选出了其中最强的5位入驻星辰宫，而这挑选的方式便是星辰一脉内每隔5000年便会举行一次的星辰宫弟子争夺战。在那争夺战上，每一个境界实力最强的5人成为星辰宫弟子，其他的则都是普通弟子。是这样啊，也就是说，我现在虽然是星辰宫弟子，但若是在800年后的争夺战上无法成为2重天界神当中最强的5人，我便会沦为普通弟子。对。我只有800年的时间了。公子啊，今日你败在那罗权手中，还有其他几位弟子看着，不出意外，他们肯定会将这件事宣扬出去，到时候怕是会引起很多弟子的质疑或者是不满，甚至还会有其他弟子来向你挑战，你得有个心理准备才行。我现在实力的确很弱，这一点我承认。质不质疑的那是他们的事，跟我没关系。若是他们想要挑战我，那就尽管放马过来便是。反正败1场跟败100场也没有什么区别。弱？怎么会那么弱？连一头3米高的元兽都奈何不了，这是星辰宫弟子？听他连星辰塔第1层都无法闯过去，开什么玩笑？就这等实力的2重天界神，在紫月圣地内一抓一大把，这元店主他们到底怎么想的？竟然会让这样的货色成为星辰宫弟子？不公平！我等付出莫大努力，都只能一直保持普通弟子的位置，可这剑无双就这等实力，也配成为星辰宫弟子？这剑无双莫非是星辰一脉某位店主的私生子？还是他跟店主有一些干系？不然星辰一脉高层怎么会这般照顾他？哼，星辰宫弟子，可笑！又败了，这已经是第12场了吧？加上一开始他与罗权的交手，一共13场，结果全败。哎呀，我还真是第一次看到星辰宫弟子这般的没用。其他星辰宫弟子都很厉害，无人敢惹，但这剑无双，他只是运气好罢了。不过这剑无双的韧性倒是不错，明知道实力远不如对方，却从不惧战。到现在为止，一共13名普通弟子前来挑战他，他都答应了。就算在过程当中被蹂躏，被碾压得很惨，他竟然也丝毫没有怨言。这股韧性，够可怕的。哼，什么韧性？依我看，那就是愚蠢。好了，都别说了，反正他这位星辰宫弟子也只能再当800年，咱们也没必要一直抓住他不放，都散了吧。看样子这小家伙过得挺惨的。当然，一个1重天界神生生伪装成2重天界神，还要跟我星辰一脉这些2重天界神天才去比，如何能不凄惨？这段时间，因为这小家伙，很多弟子都在抱怨，甚至连我星辰一脉的一些真神、一些执法长老都前来找我问个究竟。他们可都知晓此事，我有失公平了。
可笑。他们还有脸，真正应当觉得不公平的，该是剑无双吧。可他们并不知道剑无双只是一重天界神呢。哼，算了，既然是公主亲自吩咐让他伪装成二重天界神，那自然有公主的考虑，我们也只能顺其自然。何况在我们星辰一脉内，他受些委屈也并不是什么坏事。可800年后他就得沦为普通弟子了，得到的资源可就少了。到时候再说吧。有元力的辅助，或者灵魂之力的提升度，明显要比之前快多了。30年时间，我的剑术总算是取得突破，创出了这2阶最强绝。剑无双，你既然已经创出了2阶巅峰绝学，那你应当可以将这门绝学融入血风剑当中，令血风剑的威能再次提升。黄浪，破，别阳。总算闯过了。在星辰一脉内，那些二重天界神的普通弟子，大多也只能闯过星辰塔第1层罢了。我现在也勉强跟他们持平，不再像之前那般处于垫底状态。我之前得到的元力都已经消耗光了，去抓几头元兽补充一下。哦，3米高的元兽，第1头了。凭我现在抽取的一些元力，应当足够让我在皈依宫内修炼个几年时间了。再抓最后1头便回去了。小家伙挺肥的呀。小家伙，别挣扎。看样子还得花费些功夫。曲阳，是你？剑无双。哼，多谢你帮我拦住这元兽，要不然我想要擒拿住他，还真得花费不小功夫。帮你拦住？你误会了吧？这头元兽虽然是你先发现的，可真正抓到它的人是我，自然这头元兽是我的，而你还是滚远点的好。滚远点？哼，这曲阳之前不知道我的真实实力，只因为我是因为星辰宫弟子，才会对我那般热情的。可是现在，我的实力早就众所周知了，这曲阳对我便是这个态度，还是真够现实的。怎么，你还待在这儿做什么？莫非是没听清楚？赶紧滚，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曲阳，你要是想要那头元兽的话，做师兄我可以让给你，但是你的态度却让我很不舒服。不舒服又如何？你以为现在的星辰一脉内还有人将你当成星辰宫弟子吗？啊？曲阳，你应当庆幸，你毕竟是星辰一脉弟子，是我的师弟，且这片星河又是星辰一脉的老巢所在，要不然你已经死了。怎么可能？他的意识攻击怎么可能强成这样？120年前，他的意识攻击还没那么强的呀。唉，我这120年一直在低调修行，也不曾跟人交过手，纵然实力大幅度提升了，也没有人知晓。这曲阳
却还以为我是120年前那个软柿子。老虎不发威，还真当我是病猫啊！剑无双，你现在的灵魂之力大幅度提升，施展这天元秘术，倒也没有像之前那般困难了。以我现在的灵魂之力，短时间之内应当可以连续施展5次天元秘术了。继续提升吧，早点让灵魂之力强度达到3重天巅峰界神层次，到时你便可以将天元秘术第2重给施展出来，那样你的灵魂攻击才是真正的可怕，在那星辰宫弟子的争夺战上，也绝不会再是任人欺负的了。当然了，原来已经耗光了，可是我的灵魂之力却依旧停留在3重天高等界神层次，并没有得到突破，看样子应该是陷入瓶颈当中了。接下来该去那4大秘境当中闯荡。剑无双，你才到星辰一脉不久，实力也不算太强，现在便去4大秘境，是不是过早了？我如今的实力已经陷入瓶颈了，继续待在星辰一脉内潜修，效果也不大。那你打算去哪一秘境？天灵秘境。那还好些。我星辰一脉掌握的这4大秘境都蕴含着莫大凶险，而论凶险程度排名，天灵秘境只是最后。以你的实力去那儿，虽然依旧有凶险，但活下来的可能性是极大的。剑无双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之所以选择去那天灵秘境，是为了提高你的灵魂之力吧？是。在你进入星辰一脉时，你的灵魂之力便已经不弱了，现在又在皈依宫内潜修这么长时间，灵魂之力肯定也有提升。不过你对灵魂之力的运用手段却还有些太过稚嫩。剑无双，你若不着急，便在星辰一脉内多等2年，2年后你再出去。多等2年？为什么呀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剑无双，这是给你的。这是一门灵魂之力的操控法门，是我花费了一番时间跟精力，专门替你弄到手的。专门替我准备的？我之前让你多等2年，便是在等雷潮。你拥有灵魂之力，却不懂得灵魂之力的操控法门，岂不是白白糟蹋你这一身优势？而灵魂之力的操控法门，我星辰一脉倒也有，却颇为高深。凭你现在的层次，想入门都无比艰难，所以我才让雷潮去帮你，将这门五兽控灵诀弄到手。这怎么，是不是有些受宠若惊？是有些。其实我这样做也是为了公平，毕竟你现在只是一个1重天界神，可你却得一直伪装成2重天界神，甚至还得以2重天界神的身份去参加那场争夺，这对你来说太不公平了。所以我将这门法门交给你，也算是对你一些补偿吧。至于那数百年后到来的争夺战，你能否保住自己星辰宫弟子的身份，那就看你自己的了。原来如此。这武灵控兽诀已经给你了，拿回去好好钻研，有了准备后就去那天灵秘境中闯荡吧。另外，我星辰一脉弟子去4大秘境当中闯荡时都安排了任务，你也无法避免。而天灵秘境当中的任务便是收集天灵经。正常情况下，我星辰一脉一位2重天界神层次的普通弟子必须收集3枚天灵经才算完成任务，而你是星辰宫弟子，任务难度提升，你必须收集足10枚天灵经才算完成任务。明白了。去吧。五兽控灵诀，将灵魂之力演化为5头异兽，形成平衡，与对手激战。好独特的法门。剑无双，这五兽控灵诀仅仅只是一门最基本的灵魂之力运用法门，
并不算太过珍贵，跟你得到的天元秘术相比起来，更是差距甚远。不过天元秘术是秘术，施展起来并不容易，而这灵魂之力基本运用法门，对现在的你来说，刚好是最缺少的。你先自己钻研几天，等掌握了一些简单运用之后，再去天灵秘境当中不断的实践，去熟悉这法门。我知道。师尊，咱们都已经等了大半年了，还要等多久啊？现在我们聚集在这儿，想要出去天津大陆的修炼者仅仅只有数千人，真神仅仅只有3位。而开启一次通往天津大陆空间虫洞所需要耗费的代价，比我全部身家还要多出一些来。就算现在我们所有人分担，但代价依旧太大了。还是再等等吧，等聚集的修炼者更多一些，或者再多几位真神，就可以出了。仅仅是从星辰大陆去往天津大陆，代价竟然大成这样，这星辰一脉可真够黑心的。闭嘴！你不要命了？星辰一脉是星辰大陆真正的霸主，惹怒了他们，为师可没法护住你们。再说了，你们以为开启一次通往天津大陆的空间虫洞那么容易？耗费的代价也不比一位真神的身家要低了，星辰一脉根本赚不了多少。这位真神也是前往另一片大陆的，但他一个人却能支付得起通往那片大陆的传送虫洞，可真够厉害的。是星辰一脉的人，为首的4人是星辰一脉的执事，3位银袍执事，1位金袍执事。他们出来做什么？天哪！堂堂真神竟然对1位2重天界神行礼，这血袍青年是谁？难不成是星辰一脉核心层的弟子？8成是星辰宫弟子。2重天界神，那不是跟我一样？可是他竟然能让星辰一脉的银袍乃至金袍执事亲自迎接，这便是星辰一脉核心弟子的待遇。剑无双，你的来意原店主早就吩咐过了，我们马上便会将通往天灵秘境的空间虫洞开启。有劳了。剑无双，这枚令符你拿着，等你想从天灵秘境当中出来时，你便找一处无人的地方捏碎这枚令符即可。好大的森林呢！天灵秘境虽然一直被星辰一脉所掌控着，但是星辰一脉却从未干预过秘境当中的任何事情，都是任其演变发展的。按照我之前得到的讯息，这秘境内修炼者众多，强者也有不少。我刚到天灵秘境来，还是先熟悉这里的环境吧，然后再慢慢想办法提升自己的实力。至于那天灵经，据说在天灵秘境内也非常罕见，寻常强者根本没法拥有，我也只能慢慢来。有血腥味儿，而且味道挺浓的，看样子这片森林经常爆发杀戮，这便是天灵秘境当中的凶兽吧。灵魂力量形成的紫虎竟然被冲击的差点崩溃。剑无双，对灵魂之力的运用是需要不断的积累，不断的实践，慢慢是熟练的。你才刚掌握五兽控灵诀，使用起来难免会有些生疏，但以后使用的次数多了就行了。马上就要到那阎王师的领地了，都小点声，别让他听见，提前逃掉了。小美，那阎王师实力很强，仅凭我们这支小队，顶多也就只能勉强杀死他。可我们没办法再分出人来保护你，
所以待会儿你别露面，直接找个地方躲起来。等我们杀了那阎王师，你再出来，明白了吗？嗯。他在那儿，动手！小心！混蛋！这阎王师的实力竟然比上次更强了。糟糕，他要逃了，我们快追！嗯。小心，快闪开！什么？阎王师可是实力强横的2等凶兽啊，媲美正常的2星神将。可眼前这人，竟然动都没动，便将阎王师给杀死了。灵师，而且还是非常可怕的灵师，最起码也到达了2阶巅峰的灵师。血风小队队长血风见过灵师大人，多谢灵师大人出手解决了这头阎王师。灵师？你们小队是专门为这阎王师来的？啊，对，我们小队之前便与这阎王师碰到过一次，可惜那次太过突然，我们没有任何准备，所以让他给逃掉了，甚至还被他杀死了一位兄弟。所以这次我们小队是刻意来找他复仇的。原来是这样啊！这阎王师的尸体价值应当也不小，你们拿去吧。尸体送给我们。阎王师尸体的价值的确不低，但对一位最起码也是2星巅峰的灵师来说，他根本不算什么。